说到古代战争，我相信大家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于书籍和影视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宏大的战争场面。两军对阵，各用千军万马，大将军一声令下，冲啊！双方士兵跟疯了似的往前冲，直到杀个头破血流，横尸遍野。这种场面看着虽然惊心动魄很过瘾，但却给观众造成很多误解。打仗呢不是打群架，是讲究排兵布阵的，谁先上谁后上，怎么个打法都是有一定的规律，不可能一哄而上。那么影视作品为什么这么演呢？因为好看。如果按真实情况按真实的战争规律去打，可能就没那个气势了。再一个，书里动不动就说双方几十万几百万大军你比方说这个曹孟德下江南，那叫83万兵丁，50亿元上将，有没有呢？根本就没有。古时候人口本来就不多，全国加一块也不过就有时候就那么2-3千万人，刨去老人妇女跟孩子，能当兵的成年男性没多少，你说那几百万大军从哪儿来呀？24史里头《三国志》《魏书》《国元传》里有一段文字道出事情真相。书里说，破贼文书就以一为十，意思说呢，那个时候为了威慑对方呢，把一说成十。你比方说你说有5万大兵，其实就是5000人。你说你有20万其实2万都不到。影视作品不管那个，你说几十万好吗？电脑特技就给你做出黑压压一片人，观众看了就认为真有那么多人。其实过去兵书有句话嘛，人上1万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地连天。确实那人要真到了10万呢，你一眼都望不到头，是很可怕的。所以书籍跟影视作品对古代战争造成了很多误解。那么更多的误解，我下边说这几个恐怕是每个人脑子里一想到古代战争都会那么想的。一个是呢，战争打仗的时候双方武将单挑1对1，这是第一个常见误解。第二个你想错了的呢，就打仗前排那肯定死的人多，死得快。第三个扛旗那个他死得快。这3个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想错了理解错了的。咱一个个说。第一个说单挑，很多书籍跟电视剧都有这样桥段。两军开战之前呢，一方大将在阵前叫嚣挑战你们谁敢跟我打，挨着死碰着亡，定斩你于马下。这时候另一方有一员大将跑出来应战，大战几十回合要么一方大将落荒而逃，要么被斩于马下，有的时候也势均力敌。整个过程呢，只见将军比武，身后大军只管摇旗呐喊。那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在书籍跟影视作品里见的太多了。你看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你关公就多次单挑，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都是经典的桥段。那么说有没有这种单挑呢？我告诉大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说它不可能呢？你想，这个培养一员大将多不容易，跟对方1对1就那么对子儿对下去。大将是干什么的？不是像个武夫，是像个刺客似的，像个侠客似的，我1对1跟你华山论剑。大将是要带兵的。古代的大将熟读兵书战策，他是指挥作用是第一位的。你从古至今所有的将军都不是上场直接拼武力的，他都是要带着手底下人打仗，他得讲究韬略，他有很多办法体现在他身上，他哪能1对1去对子儿呢？你说培养一个将领多不容易，就这么的稀里糊涂就下去了？那古人得蠢到什么程度，智商得低成什么样？那不跟猪一样的思维吗？所以你想那个武将单挑压根就不可能的事儿。历史上有没有单挑的事儿？也有，但极少极少。清朝时候有2个文学家，一个叫赵翼，一个叫王世贞，俩人把古籍翻个底儿朝天，就像正史24史里，也就找出几十例的单挑。而且大多数单挑呢，不是真正意义上战争，而是单纯的决斗，是个人行为。战争里头说这武将单挑的起源是哪儿呢？追溯到春秋时期。那个时候呢，周礼里记载说，古者将战，现实勇力之士犯敌焉。意思是什么？就两军开打之前呢，先派一名猛将，这名猛将主要任务是挑衅扰乱对方军心，给自己这方打气儿的。这个行为不叫单挑，
顶多是壮胆打气儿。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呢，这种行为有一个专属名称，叫制师。什么意思呢？这个古籍上记载，就周武王将350乘陈于牧野，帝辛出，王使上父伯父制师焉。意思是什么呢？周武王率领350辆战车在牧野这地方布阵，商纣王出城迎战，周武王就派姜子牙跟周公旦制师。这里的制师就是挑战、下战书的意思。当时挑战可不是单枪匹马干个你死我活，要不然也不能派七老八十姜子牙去。这个挑战是个贵族礼仪，带兵打仗将领都贵族出身。打仗之前呢，双方要进行一番交谈，比如问一下你凭啥打我呀，然后这边解释我为什么要打你。聊得好呢，这战争可能打不起来；聊得不好，再正式开战，该怎么打怎么打，也绝对没有单挑这一说。那古代培养一个主将不容易，哪能轻易让他们送死呢？主将的主要任务指挥调动，只要主将不死，大旗就不会倒。这样即使兵败呢，也会有序撤退，而不是溃退。所以军队呢，都会无条件的保证主将的安全。到后来，随着战车弓弩骑兵甚至火枪大炮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兵力上的力量具备绝对优势，这就没有必要再让武将冒险了。所以说，这单挑几乎是不存在的，那都是电视剧和这些所谓的演义小说，像《三国演义》这样骗你的。说到这儿呢，我跟你说件好玩的事儿。就明朝万历年间呢，名将李如松，他率军呢和倭国军队相遇，倭国就日本对方有个将领知道李如松很牛我武士道精神，我跟你比划比划，跳出来叫嚣要跟李如松单挑。李如松理都没理，一挥手，明军后方就射出一支冷箭，倭国将领应声倒地。估计李如松那时候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单挑，你是不是傻呀？这我就想起来咱们有些这个抗日剧里边不就是吗？那日本鬼子这个抡着刺刀要跟咱单挑，人李向阳掏出枪来，啪一枪给你毙了你看，这单挑这事儿绝对不靠谱。这是你要如果把战争想成之前就是单挑，那说明你对古代战争是想错了。第二个呢，是说战争场面里看的总是前排的死的多。其实你按照常理想呢，好像这种说法有道理，枪打出头鸟嘛，谁在前面谁倒霉。影视作品也这么演的。古代战场呢，双方一声令下就开打，前排最先接触敌人，几回合就被撂倒，死的死，伤的伤。这个在影视剧里看场面相当壮烈。那真实情况是这样吗？不是。还是那句话，打仗不是打群架，讲究的是排兵布阵，而前排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部分。倘若前排倒下，阵就破了，会给后边的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引起溃败。因此被安排在前排的呢，都是最有经验的士兵。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历史典籍当中找到大量的证据。你比方说《资治通鉴》里记载了这么句话，叫玄慕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刘牢之为参军，常率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实号北府兵。这说的什么事呢？说东晋的名将谢玄在招募士兵的时候，发现个人才，来自彭城的人才叫刘牢之。彭城就今天那个江苏徐州。这刘牢之从小习武，足智多谋，性格深沉。于是谢玄呢，命他为参军带兵打仗。刘牢之经常率领一些有经验的士兵做前锋，每次打仗都会取得胜利。这支精锐部队呢，当时被称为北府兵。还有《宋史》里边记载呢，西夏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壮命郎。意思是西夏呢，把勇敢善战的汉人呢放在军队最前方，这些汉人被称为壮命郎，说白了就敢死队。由此可见，古代军队中的前排都是精锐之士，一般士兵你想去还去不了呢。另外，光有经验不够，军队还会给前排士兵提供最好的防御装备，比如盔甲、盾牌什么的，保障他生命安全。因为前排倒，后边就乱了。除此之外呢，所谓前排轻易还死不了，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后排比前排就这个生命受到的威胁可能更大。为什么呢？古代打仗最主要的武器是弓箭，两军硬碰硬之前基本上会先用弓箭互射，可是距离太远，弓箭手直线射你根本射不到。你比方说要差个40-50米，我直着射，瞄准你过去。要超出比方说咱说1里地，你这箭怎么射？我告诉你，往天上射，
仰天呈45度角进行抛射。大伙记不记得你看英雄的电影，那个拍的是对的，就是双方打仗的时候，这箭往空中是抛物线那么射，这落下来一样有杀伤力，因为你这箭密度大呀，那人家军队也是人挨人人挤人呢，所以有杀伤力。但这么一射，你可注意到后排被射中几率就比前排大，因为你是抛物线射出去的，它往下落，它为了保证能够杀伤，它一定是尽可能往远一点射，那落下来一般扎不到前排，而都扎在后排上。另外战争当中有个不成文规定，那就是射箭的时候尽量往后射，这个是为战争效率考虑的。如果你把前排射倒了，这些人躺下来，你打胜了你就往上攻，你说前面都一排尸首，这道路必然堵住，这仗就打不了了，自己过不去，对方也能拿这个当战壕似的就跑了。所以一般的不会射前排，即使是直射前排，前排我前面说防守好，盔甲呀还是盾牌呀，你很容易就防住了。所以敌军明白这点，他不会浪费自己家弓箭了，他往你后排那个防御薄弱那块射。所以最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弓箭手互射的时候呢，双方的步兵其实在快速向前移动，不会站着等你射，所以你即使瞄准前排，等箭落下来，人已经进入安全范围了。所以综上原因呢，前排死的多是不成立的啊！你以为说这前排一定是死的比后排多，这个是100%不成立的。所以咱们说了，这个武将说单挑这个，基本上这个不存在。这前排死的多呢，也不存在。第三个，咱们再说这骑手死得快。影视剧里咱经常看到这么个场面，这两军交战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个比较壮的士兵扛着自己军队的旗帜，因为其重量很重，这骑手一般也不配备别的武器了。大将一声令下，骑手就扛着大旗冲上去跟敌军进行厮杀。扛旗不方便，目标明显，所以骑手往往成了众矢之的。那骑手死得快是真的吗？不是，绝对假的。为什么说不是真的呢？最主要原因，这个旗太重要了，它不能倒。古代战场上骑手所扛的旗叫帅旗，表明主帅身份，起到威慑作用。历史上著名的将领，你像岳飞呀、霍去病啊、白起、项羽啊，他们的帅旗，你看岳字啊、项字，对敌军有巨大震慑作用。帅旗也是军队灵魂，旗帜一倒，士兵就会认为自己军队已经战败了，瞬间就溃散了。所以历史上呢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明朝呢，这个朱元璋死之后呢，他隔辈儿呢，让自个儿孙子，朱允炆当上皇帝了。这时候呢，他的四儿子呢，燕王朱棣就不太满意。等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之后呢，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第一步呢，就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削除燕王。燕王朱棣知道之后非常气愤，就起兵反抗，这就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那朱允炆知道叔叔朱棣起兵造反之后呢，派大将军李景龙率大部队对抗。两军在白河沟一带交战，双方的兵力比例呢是6:1，就朱棣是1，李景龙是6。可以说双方差得很悬殊，这朱棣就寡不敌众，死伤惨重，眼看着就要一败涂地。巧了，这时候战场突然吹起一阵旋风，旋风顺着李景龙的帅旗盘旋，咔嚓一下子把帅旗从中间给折断了。李景龙一方士兵见帅旗倒了，以为主帅被朱棣拿下了，就乱成一锅粥。朱棣这时候可以看天助我也，就带着精锐骑兵绕到敌军后面，你不是正好起风吗？顺风放火，封住火势，火借风威，一下子朱棣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主动。李景龙大军损失惨重，这大旗倒了，四散溃逃。由此可见，帅旗就是主心骨，所以为了稳定军心呢，这杆大旗说什么它不能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不明白，说帅旗那么重要，那旗手岂不更危险吗？拿下他，帅旗就倒了。这个问题你能想到，那古人就想不到吗？正是如此，他们才不会让旗手轻易倒下。一个是旗手所在位置不那么靠前，不是电视里演的站到前面还得冲锋陷阵。真实情况，旗手都是在主帅旁边站着，那主帅绝对不会冲着前面冒险去，所以这个旗手也不会冲前面冒险。只有主帅自己亲自上阵，打了绝对胜仗冲啊！这扛旗才跟着主帅跑往前冲。另外，你想对付旗手并不容易，因为旗手不是普通士兵，他是经过选拔的精锐之士，他的武力值也得爆表。就即使扛着旗，他以旗为武器跟敌人厮杀，一般几个人也很难近身。
再说他就在主帅旁边，如果这骑手有危险，那意味着主帅更危险。那主帅怎么可能把自己陷入危险境界呢？那肯定设置了亲兵护卫在旁边保护。这样一来呢，连骑手也一块保护了。如果敌方有人贸然进攻骑手，那一定会遭到更非常严厉的反击。所以骑手先死这个情况那也是不存在的。今天你看咱说了3个战争当中，你想错了那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关于古代战争的咱们今天想的不对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但是都受这个电视剧的一些影响。总之一句话呢，这电视剧虽然好看呢，你不如多读历史书。真正的历史不好看，但是真实。而且你永远记住一点，越真实的事儿往往越不好看，越好看的事儿往往它就越不真实。在中国历史上有数十个朝代的更替，那引发的战争更加是不计其数。无论是内部的叛乱、人民的起义，还是外地入侵，这个战争当中都少不了一件事：攻城略地。什么叫攻城就是攻占城池。大家也会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常看到这样一幕：一大群士兵冲向一个城池，架原木撞城门，架梯子爬城墙，这叫攻城。什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好像这个军事这个储备当中有一半多以上都是为了攻城准备的。那么古代战争之中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攻城战，也是战争中最为艰，也是胜负力分的一环。那所谓城池呢，就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而且呢还要有护城河环绕，想要打下来并不容易。估计有不少人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大军放着边上那么宽敞的路不走，那么多的地盘不占领，非要围着一座城死磕，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不仅难打，最后还不一定能打赢，那为啥要使那么大劲攻城呢？你绕过这个城市，直捣对方大本营，不更省事吗？相信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城池为何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咱们今天老梁通史就说说这个话题。首先一个呢，古代城池大多修建在咽喉要道之地，是一个地区的军事要塞和战略重点。那么这些城池在选址修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考虑到周边的交通状况，通常会建在易守难攻的交通要道或者地势险峻的地方。一旦两军开战，军队只能从这儿走，不能从别的地方走。要么是别的地方确实无路可走，要么是绕行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时间太不划算。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你像原始森林沼泽河流这么多的复杂的地貌，而交通力量跟不上，这种情况下呢，非常难以实现战略迂回，你没法绕城而过。所以为了夺下这些占据要道的城池呢，打通交通线，作战双方一定会拼死厮杀。你比方说呢，历史上的山海关自来都是攻取中原的必经之地，就你绕不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想当年吴三桂如果没主动献出山海关投降满清，清军想要入主中原，最起码还得再打几年。所以自古以来这样的军事咽喉要地不少，你比方说徐州潼关荆州襄阳南京等等。所以历史上许多重大战争都是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你看比方说大家看这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和射雕侠侣，这里边就涉及到宋元之战，就蒙古跟南宋之间的战争，也是蒙古呢为了夺取一个政权耗时最长的一次战争。大侠郭靖驻守在襄阳，帮助南宋对抗蒙古大军多年，最终随着襄阳城攻破呢，大侠也殉国战死在这儿了。当然历史上呢没有郭靖这么个人，但是历史中襄阳城抵抗了蒙古大军多年，这确实是事实。最后蒙古为了夺取襄阳发动的襄阳之战呢，这场战役持续了6年，死磕到底。那蒙古为什么一定要先攻打襄阳城，而不是旁边绕过去回头再收拾它呢？这就我们说的军事要道必夺之城。襄阳城在蒙古南下灭宋的过程当中担任了阻挡蒙古的重任，这是有着地理原因的。因为襄阳城建在3条江的交叉点，是块平原，适合生存耕种，加上江水带来的生活和运输便利呢，这个地方汇集百姓发展成了襄阳城。你再看襄阳地理，它的东面是千里大别山，西面是秦岭，更往西呢就川蜀天险了。蒙古大军如果想通过大山森林从这上过去进入中原腹地，
理论上存在可能，但是可能性太低。你这走山道不知道会折损多少人，出了山林也跟一群野人一样，也没啥战斗力了。所以走襄阳城啊，是最佳的必然选择。那蒙古人了解襄阳的重要性，他下定决心不拿下襄阳誓不罢休。更重要的是，拿下襄阳，南宋基本就唾手可得了。当然，襄阳城的城防是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坚固到什么程度呢？由于历代名将很重视襄阳城防的建设，襄阳城的城墙呢高大宽厚，还有一点呢，襄阳城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宽的护城河，宽度平均200米，就等于有一条大江大河拦着，这成为襄阳城最强力的屏障。那么襄阳城本身被打造成铁桶一般，而蒙古人呢以骑兵战斗力为主，缺乏水战经验。面对这么宽的护城河，蒙古军当时几乎毫无办法。反则南宋这边呢有大量的水军，所以蒙古打了好多年没有效果。后来在忽必烈指挥下呢，蒙古自己建立了水军部队，结合陆军才一举击溃南宋水军。当时忽必烈呢还学习了阿拉伯人的一些技术，造出投石机，就射程很远。蒙古人呢在襄阳城外造了数千个投石机，把襄阳城外的石头都打光了，稍微大一点的石头都射进襄阳城里了，把襄阳城打的是千疮百孔。而且蒙古军队还用沥青点火，用投石车发射，搞得襄阳城内四处着火。所以护城河和城防都破了，襄阳就守不住了。蒙古人攻陷襄阳之后的第2年，南宋的首都临安就陷落了，谢太后和宋恭帝投降，南宋就灭亡。所以由此可见呢，重要战略城市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哪方拿下来了，就离最终的胜利不远了。所以这些个战略之地呢，把他们攻下来是绝对的选择，没有别的方法可走。所以说呢，古代战争有的时候并不是非要夺一座城市，而是除了攻城以外别无他法。至于说绕城而过的说法，对于这些城池来说呢，要么做不到，要么是没有必要。当然古代也不是所有城池都像上面讲那样占据咽喉要道，肩负重要战略职责。有些普通城市呢是建立在平原之上的，可以选择呢不攻，绕城过去。但是这样绕行的方法比攻城风险更大。一座城一座城攻下来，能够有效利用城池来降低军队在行军和支援过程中的风险。你要是绕过，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加大。您可以仔细想想，假如不攻下城池，直接绕过去，是不是有点孤军深入的意思？等于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了。绕开的城池就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到军队的后方。虽然城池是死的，可里面呢守军是活的呀。你比方说这城里有5万敌兵，你10万大军绕过去不打，那这5万人就可能直接断你后路，给你包饺子了。你还怎么打呀？如果你行军路上失利，还发现后路被断了，这时候城里的人可不会再让你绕着城潇潇洒洒跑了，就得合围呀。所以行军打仗啊，未虑胜先虑败，进退都要考虑其中。而占领城池作为根据地呢，就能降低这种风险，避免呢腹背受敌。你看清朝末年那个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当时洪秀全呢率领太平军一口气从广西打到南京，攻占南京之后呢改名天津，并且定都在这儿。后来太平军派军北伐，北伐大军是势如破竹，一路从南京打到天津，就半年就打来了，这都军事史上个奇迹。咸丰皇帝吓坏了，一度打算弃城逃跑。可是最终呢，太平军的北伐军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迅速撤退，被清军剿灭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北伐太平军犯了不夺城池而孤军深入的错误。他为啥半年南京就打到北京了？他就是绕城，不攻占城池，快速的打到北京，想灭亡清朝。当时北伐军2员主将呢，林凤祥和李开芳，绝对猛将，所向无敌，是当时太平军非常优秀的将领。北伐军人数不多，只有2万多，但是都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兵，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这可以说是精兵良将。北伐目的很明确，就长途奔袭到北京，消灭清王朝。所以北伐军追求的是速度，当然也没法挨个夺取城池。从南京实施到兵临天津，就是短短半年时间。刚才我说这都是奇迹。那么当北伐大军逼近京城的时候呢，京城里边已经一片鸡飞狗跳了，咸丰帝准备逃跑，紧急调兵增援。清军为了阻挠北伐军前进呢，扒开运河大坝，利用洪水挡住太平军攻势，也把战争
从这个春夏拖到了冬天。这原本对北伐军来说大好局势一下变得不利了。为啥？太平军都是南方人，受不了北方的严寒，于是这天津城久攻不下。久攻不下的时候，北伐军暴露了致命弱点，就是虽然北伐军连战连捷，但因为追求速度快，不注重对城池夺取，沿途也没有攻占城市，所以此时久攻不下的北伐军想要后撤退守就非常艰难了，后路给断了。当时太平军唯一掌握的可靠的后方城市就是都城天津，就现在南京。南北两京距离很遥远，中途隔着安徽、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当时还被清军控制在手里，远离后方城市，所以北伐军越是孤军深入，危险系数就越高。虽然这时候北伐军也是强弩之末的，但没有一个可靠的根据地能让部队停下来退守休整，所以只能在天津苦苦撑着，等待后方援军到达。那么太平军的援军呢，将领曾文昌带着北伐援军走到山东的时候呢，遭到清军的强力阻截。北伐军在山东没攻占一座城市，所以曾文昌呢也无法据城保存实力，只能带兵与清军呢硬拼，最后援军全军覆没。那么北伐军残军只能孤军奋战，这时候咸丰调集兵马，让当时满蒙贵族中最善战的王爷僧格林沁出征。僧格林沁受命之后，跟北伐军打起围剿战。在他指挥下呢，多于北伐军几倍的清军呢，从山东、河北、北京这个地方四面八方朝着天津围攻。在这样包围之下，北伐军一点活路都没有了，所以最终全军覆没。所以历史上这样不夺城池、孤军深入，导致腹背受敌，最终全军覆没例子太多了。由此可见，占领城池对于降低行军风险性的重要性。当然其中还是要区分对待，如果作战就是为了快速抢掠一番就走，那就没必要一个个攻城，完全可以选择绕道。但是你要为了夺取政权或者灭国之战，那必须要扎扎实实一个一个攻取城池，你不能选择绕过去，否则你就极可能成为一支孤军，最终呢被包饺子给干掉。前面呢咱们说了城池在战争当中起的两个重要作用，接下来咱再说第三个作用，什么呢？就城池可以用来囤积和运输粮草。古人有句老话嘛，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就是说呢，粮草这些后勤供应对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古代呢，城池是核心，控制四周的大量农田。你不拿下来城池，周边的农田及粮食你根本就没法利用。如果交战一方绕过城池去攻打下一个目标，那么呢，城市中的士兵呢，也可以对敌人粮草供应进行偷袭和破坏。如果粮草难以为继，你别说攻打下一个目标，那士兵基本就没活路了，就整个部队立马就会军心涣散。所以正因为如此呢，你看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时候非常重视城池的攻占，因为呢蜀汉占领的益州地处四川一带，这些山川之险呢虽然是屏障，但是也导致蜀汉北伐的时候从四川往外运粮难度特别大，就交通不方便，补给线呢有时候跟不上，所以攻打曹魏的任何一座城池就能获得城中的补给，解决蜀汉大军粮草需求。所以诸葛亮呢选择扎扎实实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所以你魏延提出来说咱们携出子午谷直入长安嘛，孔明不怎么采取这个，就是担心你弄不下来呢，粮草供应跟不上你就完蛋了。所以诸葛一生从不弄险，那是有道理的。古代打仗打的后勤保障体系，打的就是粮草，所以作战必经之路上城池攻打下来，一方面呢大的城池本来就拥有充足粮食，可以就地征粮，另一方面就能避免后勤运输线被偷袭。你比方说大明这个靖难之战，就是我们说这个朱棣跟他侄子朱允炆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几次的攻城战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明城市在囤积粮草和保障运输线的重要作用。明朝建文帝呢决定削藩，就得罪了他四叔燕王朱棣，朱棣就举兵南伐。朱棣当时很快控制了呢北京周边大片土地，一路南下来到真定，真定就现在河北正定。燕王军队呢在这里呢跟南京政府军呢展开了第一次交锋。这次交战呢朱棣大胜，因为朱棣打算主动出击攻下真定城。但是呢朱棣手下将士说真定城粮草充足，城池坚固，强攻很难成功。果然呢朱棣攻了3天没拿下，于是就对诸将说攻城下策呀，顿我士气呀
3天没拿下，破坏士气，他干脆别攻了，绕过真定，咱们往南下。结果就给后来埋下隐患了。后来呢，朱棣率军南下，驻扎在大明。大明呢，距北平有1000里，粮草转运呢必须经真定。结果真定城内的守军呢，发兵抄了朱棣的粮道，就截断了北京粮草运输线。这时候呢，手底下的这些谋士说呀，建议朱棣咱回北平吧，不回去够呛。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我料到他们会有这招，咱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还的呢？当时政府军的主力部队驻扎在山东德州，这粮食呢需要从都城南京转运上来，当时主要依靠运河转运。运河沿线的济宁徐州是主要转运站，朱棣就派人带着6000骑兵，换上政府军衣服，潜到济宁，一把火烧了储备在那里粮食，然后呢沿运河南下，正遇上政府军从徐州转运上来的数万艘粮船，这些士兵就混到运粮船队里，又把这粮船点着了，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数百万担粮食化为灰烬。所以这时候驻扎在德州的政府军主力开始缺粮了，双方打法都一样，粮草都被劫了，这战争就进入焦灼状态。双方就在大明德州一线呢形成相持局面。为了逼迫呢这个朱棣军队退兵，政府军呢把目标瞄准了朱棣的大后方北京，决定采取行动突袭北京，就算打不下来呢，也要彻底断了北京往南的粮草供应。结果双方用同样的方式呢，你来我往的互截对方的粮道，其实核心都是什么？没有掌握住沿途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双方手里头都有在自己的运输线路上没有控制住的城市，所以对方就利用这城市不断的截断你粮道，你截我的，我截你的，都想从后勤供给上扼住对方的咽喉。所以后来朱棣呢在大明一看待不下去了，就对众将说说保定是北京的门户，保定一失，北京必危，咱们还不冒险，咱得回去。于是朱棣呢就从大明撤军，赶回到保定，在保定呢把这个敌军给打走了，然后顺利回到了北京。可以说当时南京政府军的一系列行动呢，延缓了朱棣南下攻打南京的步伐。虽然最终呢没有改变历史的格局，但不得不说呢，如果当时朱棣攻下了真定，起码可以不用担心补给线遭到偷袭，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南攻，就降低了自己被人家卡住脖子的风险。所以由此可看，拿下城池对于确保粮草运输线路的安全，这个重要性太大了。那么说到这场战争呢，咱们得多说两句。咱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城池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讲了很多不夺城池绕梁而过的军队所要承担风险。但是这个朱棣还真是古代为数不多的几个绕城夺下政权代表人物。当时朱棣呢还没有做好攻打首都南京的准备，但是呢安插在南京城里的眼线呢给朱棣送了一份情报，告诉朱棣说南京城里非常空虚，这兵都被带出去跟你打仗了，所以南京空虚一直取，直接打。这时候朱棣就采纳手下谋士的战略了，不攻占城池，迅速行动，直接绕过城市攻打南京，趁着南京防守空虚，毫无防备，一战成功。其实朱棣的行为非常冒险，一旦南京防守不空虚，你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那后边沿途你没打下的城市都成为炸弹，前后给你合到一块儿，彻底断了你后路，那就变成关门打狗。所以咱们说这个为什么说战争很复杂呢？出奇兵和战略迂回都是常见的用兵之道。人家以为你必须攻下某城才敢前进，你偏偏直捣黄龙，虽然冒险呢，却有可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这样的胆识和谋略不是谁都有的。如果不是沿途城池久攻不下，又得知南京防守空虚的情报，无奈只能冒险一试，我想朱棣还是会稳扎稳打，继续夺城，再建制京城。所以咱们今天讲的城池为什么是自古兵家必争的几点原因，表面上看来呢，一座城池呢不过是很小的一块地，这块土地呢得失似乎不能左右战局，但其实不然。要知道古人的智慧是很伟大，既然建城池，那必然有它的价值，你把它打下来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南北政权割据对立的状况。三国曹魏在北方，那跟他敌对的东吴和西蜀其实都在南方。南北朝从字面上意思就能看出是什么情况。还有五代十国，
北方为五代，南方为十国。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习惯把所有中国人区分成南方人、北方人，两边人在文化和三观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相互之间呢，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那么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非就发生些口角，可是在古代，南北方就没这么和谐了，动不动就打仗。而且这里面有个特别奇怪的规律，就是但凡南北之间发生的战争，最后获胜的几乎都是北方。每一次全国统一都是北方政权挥兵南下，没费多大劲就灭掉南方政权，而南方政权出兵北上打的那些所谓的北伐，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在历史上，除了朱元璋往北打算打赢了，剩下所有的北伐几乎是都失利了。那么很多北方朋友就经常拿这事来挤兑南方的朋友，说北方人就比你们南方人强，要不你们怎么被我们给干败呢？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南方朋友还没法反驳，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北方人比南方人天生会打仗吗？他为什么你看南下好像就容易点，而北伐就变得艰难无比呢？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一说北方人打仗厉害呀，最多一种言论就是说过去北方多是游牧民族，民风剽悍南方因为文明开拓的早，所以肉体搏斗上有所欠缺，所以南方打不过北方。其实这跟所谓民风剽悍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古代打仗讲究是什么？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是能够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关键。而南下容易胜利，北伐就总是很艰难失败，最根本原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南方的政权都不占优势，所以失败几乎是必然结果。咱们逐条来说，咱们先说这天时。天时是什么呢？是打仗所具备最基础的一些必要条件，比方说兵力、器械、武器，这都在这个天时范围之内。而这里边最重要一条是什么？粮草和后勤物资。实际打仗是什么呢？打后勤的，现代战争就打钱的。那么古代打仗呢，是要靠人去打，是人就得吃饭，所以要是没有粮草物资，你拿什么打呀？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这个道理。而在这一点上，北伐比南下困难就多了。有的朋友可能听了之后觉得说，老梁你说的不对，你前面提到过很多次，北方大多是以畜牧为主，南方以农耕为主，从粮草补给这方面怎么可能北方占优势呢？这不自相矛盾吗？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如果按照拥有粮草的数量比，确实是南方比北方多，而且多很多。可是大伙儿注意，我们说的是南征和北伐，这都属于劳师西远远征，你到别人地方去打仗。北方往南打没问题，南方富足嘛，你打到哪儿就地取材，这地方南方出粮食出的多，在这地方就地征粮就够用了，遍地都是粮食。可是北伐呢，你跑到北方去，那都是苦寒之地，一切都得呢靠这个南方政权从自己的后方往前线运输粮食，所以这个粮草运输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总是北伐的军队比南下的军队在后勤保障上难度遇到的大。那古代别说没汽车、飞机这些高效运输工具，你就找些平整的公路都几乎没有。就由此可见，物流运输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儿。咱们拿一件事举例子啊，三国后期诸葛亮率军北伐，你别看《三国演义》里写的花里胡哨，什么诸葛亮跟司马懿俩人斗智斗勇，其实他俩打在真实历史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因为战争发展的三国后期，大家地盘跟势力范围都固定了，一场两场胜利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这时候拼的就是谁的经济好，谁能耗得起。而司马懿呢，他带兵打仗他懂得也有限，他手下张合就在兵上比他强得多。但是有一点司马懿比别人强，他算数好，他会算计，他知道蜀军呢要从后方把粮草运到前线的很困难，所以他料定诸葛亮进攻再猛烈也没法持久，所以我就坚守不出，只要我守住了，哪怕局部战我吃点亏无关紧要，时间一长蜀军粮草耗尽了，你就得乖乖给我滚蛋。你比如说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本来蜀军在和魏国交战当中占尽上风，就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无奈撤军。这事诸葛亮回去就把负责粮草筹备与督运的李严给收拾了，把他贬为平民了。说明啊，这蜀中粮草充足，可几次催要军粮，这李严呢都说很困难，所以诸葛亮就觉得这事说明他是跟自己不和，让自己下不来台，故意拖延粮草运输。
所以他把呢李严给贬为平民。但这个事儿呢，其实诸葛亮冤枉李严。首先呢，众所周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么难道路，别说运粮食，光人走都费劲，那你运输的效率肯定大打折扣。更关键是，这运送粮食不是说像今天说你运完一趟回去再运下一批。古代的运输条件，这帮运粮的人把粮食运到地方，自己就得一块留下来。也就是说，随着一批批粮食运到，吃饭的人就越来越多，下一次运的粮食也要随之增加。粮食增加了，那你就有得增加运粮食的人，然后这边是运粮食人多了，你又得多运粮食，这是恶性循环，跟高利贷利滚利似的。所以这几个条件结合在一块儿，这后勤保障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所以粮草运输难是北伐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说的天时不佳。说完天时，咱再说地利。我们中国地理特点非常明显，西北是内陆方向，东南为沿海方向。西北高而东南低。你包括过去女娲补天都说嘛，说天倾西北，故水潦尘埃东延；地不满东南，故日月星辰西延。古人认为这个太阳东山而起，西边落，星辰也是这样，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西边呢高，东边低，就拿这个来解释自然现象。但事实上呢，中国的地理条件确实是西北高而东南低。那么兵法上有这么一条，以西北伐东南为顺，以东南伐西北为逆，平高势下，势如破竹。冷兵器时代呢，普遍讲究打仗要背山面水。你南方军队，你从低处往高处打，人家凭借着高处呢据险而守，你就会处处受到局限。而北方呢，从高往低打，那进攻手段就要丰富多了，在很多时候就能起到扭转整个战局作用。你就像咱们就拿现代战争说，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日本呢是在北平这块开始侵略中国的。那为什么蒋介石国民政府要在上海搞淞沪会战，就要在那儿打？这实际国民党政府当时是有一点算计的，就说如果你要是在北京那块儿跟这个日军较量，日军从北京往南打，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呢是在南京，从北往南打呢居高临下好打。那么我在上海这一带淞沪会战打一战呢，打赢了固然好，打输了呢，我就开始往西撤。那么日本人就得呢从东往西打，从东往西打，中国是北边高南边低，西边高东边低，这样日本人就由从高处往低处打变成由低处往高处打，就即使走水路迎着长江，它也是逆流而上，它不是顺流而下。所以这个在地理条件上，这些战略家他是有打算的，有计划的。你看咱再举个古代例子，就公元前280年呢，秦昭襄王嬴稷派司马错攻打楚国，结果到了鄢城呢受到阻碍了。虽说当时楚国国力呢比秦国弱很多，但鄢城对楚国来说是仅次于国都郢的重要城市，所以楚国在那重兵把守，号称带甲100万。以司马错能力呢，没法啃下这硬骨头，秦昭襄王只好派秦国的第一战将白起过去。临走前呢，秦昭襄王问白起说：“鄢城据说有100多万士兵把守，这肯定是夸张，但几十万总是有的。你说吧，你要拿下他得多少兵马？”白起琢磨一下，回答秦昭襄王：“大王，末将认为要拿下鄢城7万兵马足矣。”秦昭襄王刚开始以为听错了，人家将近100万守军，你7万人就能拿下？你开玩笑呢吗？但是白起呢是很权威的，说出来呢，秦昭襄王也不好反驳，说你就先试试吧。将信将疑，就让白起带着7万兵马奔鄢城去了。楚军那边一看呢，说我这几十万守城，你就带7万人过来。兵法上讲，10则围之，5则攻之，方有胜算。你比我这少10倍呢，我看你怎么打。结果白起到了鄢城之后呢，不着急攻城，整天跟没事人似的，在鄢城附近溜达，时不时还带着一些手下到这汉水去游泳去。实际上他暗中派手下士兵跑到鄢城西北的蛮河，到那去铸造河堤去了。接着呢，又从这条河流的支流东西向的这个支流秘密修筑一条100里长渠。当然这都是秘密进行的，等这一切做完了，被白起围起来的河流就跟个大水库似的，水越蓄越多，等到水攒的差不多了，这个鄢城在南，而这几条河流在北，白起下令开闸放水。你想他这鄢城在南，地势低，这些河流在北，地势高，又围堤坝蓄水多长时间，这一放开就跟黄河决口似的，等于人为制造一场洪水，顷刻之间鄢城就变成一片汪洋。本来铁桶一样的鄢城守军呢，直接被淹死了70%-80%。就这么着，多少人没攻下来的鄢城，被白起依靠地理优势轻松就给拿下。
这是无独有偶。过了400多年之后，蜀国名将关羽，照样画葫芦，来个水淹七军，大破魏国军队。那么他破魏国军队也是照白起学的，依照北高南低的地理优势做到的。你相比之下，北方多次依靠地理优势战胜南方政权，那么南方依靠地理优势战胜北方例子，在中国历史上都绝无仅有。所以这便是呢，北伐经常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地利不利。就天时不行，地利也不行。那么天时地利说完了，南方在这2点不占优势，最后一个决定战争胜负因素就是人和了。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要是大家能够上下一心，一致对外，哪怕客观条件再不利，也有获胜希望。可是就在上下一心，一致对外这点上，人和上，南方也比不过北方。那么这有什么原因呢？北方陆地主要是平原多，地势开阔，它导致一种结果，就是各部族之间呢，谁强谁弱很快就能见分晓，因为我打你，你打我，都没有多少障碍，实力强的一方很容易就能够统一北方。而南方不一样，它山区多，各势力之间要想相互攻打是很困难的，就容易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朝灭亡之后5代十国这时期，5代梁唐晋汉周在北方，这5个政权呢彼此是替代关系，北方是统一的，而十国说的是南方，10个国家并立共存。之所以形成这局面呢，是因为南方想要统一实在太难了，大多数打仗到最后就谁也奈何不了谁。你比如当时的苏州战役，事件起因呢是吴越国的国君钱镠出兵攻打大越国。这个大越国呢跟吴国接壤，如果吴越国拿下大越国，吴国这边就该危险了。你听这吴国、吴越国、大越国，肯定这都邻居啊。于是吴国的国君呢叫杨行密，他决定出兵帮忙抵御吴越国。但是这杨行密有自己小算盘，如果顺利的击退吴越国呢，自己顺道把大越国给灭了，来个假托伐国，还能捞点便宜。于是吴越国跟吴国呀两边军队在苏州展开一场大战。结果这场仗打的是稀里糊涂，先是吴越国这边钱镠派遣手下大将顾全武出战，大败吴军，生擒了吴国将领秦培。可紧接着呢，这顾全武就中了吴军将领李神福的计策，反过来被吴军给擒住了。结果这一场大战，两边主将都被对方给拿下了，这仗再打下两败俱伤。所以这杨行密跟钱镠老哥俩在一块一合计行了，对你也挺有实力，我也挺有实力，咱别打了，咱通过交换战俘把这个将军也都给换回来了，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从此之后呢，这杨行密向西扩张，钱镠就往南发展。淮水一带的这人呢，跟浙江一带人呢，再就没有战事了。那么5代十国，这10国里其他国家也大致跟这两国情况差不多，谁也奈何不了谁。所以你看，统一不了，那自然无法拧成一股绳和北方较量。所以到最后赵匡胤北宋政权往南打的时候，那基本上是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人给人，南方就没有任何抵抗力。所以这说明心思各异的南方军队是不可能打过统一规划的北方军队。所以这人和也跟南方无缘。所以咱们今天讲的天时地利人和这3方面，北方政权都比南方政权有优势，所以这也是造成历史上南下容易而北伐屡屡受挫的最直接原因。所以这北方总是打败南方，最后实现全国统一，并不是说北方人就比南方人优秀，这只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一种结果。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不必根据这个就说南方人不如北方人，北方人比南方人骁勇善战，这没道理。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3点，南方跟北方比都是劣势，不占任何优势。